记忆的空间从内部被打破了吗？是因为空之律者？不对。原来如此，还真是一种非常大胆的尝试呢。欢迎回来 Bronya Zaitchik。 至少你自己没有让我感到失望。果然，核心已经完全归你，不，归圣痕计划所有了。以及，你是在刻意强调我和理之律者之间的区别吗？没错，我的赞赏是给予你个人的，而不是理之律者。再说，你现在也不必承担那个身份了，不是吗？ Bronya 的目标仍然是夺回理之律者的力量，只不过，如果继续按照那种方式和你进行拉锯 ，Bronya 不可能取胜。如果把它视为一盘棋局，最理智的做法是将空间本身毁坏，掀翻棋盘。而如果暂时无法做到那一点，就应该立即认输，另辟战场，以免无谓的浪费时间。所以，通过轰击，Bronya 斩断了自己与核心的联系，暂时放弃了理之律者的全能，也因此，凭借普通人的身份，摆脱了那种特化空间的束缚。但，你之前抗争了那么久，不就是为了不让理之律者的一切被我夺走？在你借助圣痕计划的力量作弊的情况下，想要返回现实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而且，如果一个人不能接受失去某种东西的状况，那么他其实也就不具备真正保有那样东西的气量。这倒的确是过去的我容易犯下的错误。好啦，多多少少你也知道了我是怎样的一种存在。创造同类，这就是圣痕计划对于我的必要性，简单明了。我一直想帮你们，这也是发自真心。不过，一旦我们触及到问题的关键，阻碍到圣痕计划的执行，你也绝不会让步。是的，但即使如此 ，Bronya 也无法明白，你为什么仅仅对理之律者如此执着。如果我说，是因为嫉妒呢？最初的理之律者，瓦尔特·乔伊斯，他是和我类似的存在，但却受到无数人敬仰，甚至成为了一种精神上的传承。和曾经的那个我完全不同。我憎恨那种自我诞生起就加诸于身的恶咒。我想要知道自己的同类是如何超脱于这种超越死亡的痛苦，在地狱中修复自己的翅膀，再次振翅而飞。现在，你知道了。是啊，我知道了。正因为知道，所以才会感到失望。虽然有些冒犯，但这的确是我此刻的想法。理之律者，不过如此。不要误会，
我很钦佩他的所作所为。其时已至，此为吞噬天上暴君之日。他无愧于英雄之名，是一位杰出的人类。但正因为这样，对我个人来说，他的存在反而不过如此。他并没有超脱于我曾感受到的苦痛，他与我之间唯一的区别，仅仅在于他降生时得到的是一份礼物，而不是一场诅咒。真正重要的是他曾经做出的选择，而不是他以何种面貌来到世上。道理我当然也明白了，但这可不是我想要的答案。在你看来，我曾经做出的选择又有多少称得上错误呢？而结果又能怎样？虽然这样说过于自大，但在刚才的意义上，你们所知道的中烟与我是同一种存在。他一心想要拥抱人类，却因此成为了一种对世界来说不可违逆的终结。你见证了我引发的灾难，既然过去的我在世人看来已经罪孽深重，那么为了阻止终烟，圣痕计划就是唯一正确的答案。我知道天命和逆商不是没有可以撑下去的计划，但恕我直言，那不过是让人类走上和崩坏进行永恒战争的歧途而已。你说，这和过去的我相比，又能有多少区别？ Bronya 明白了，如果想要逆转圣痕计划，在凯文之前，我们首先必须要跨越你。如果你把它看作一场闯关游戏的话，就难度来说，的确如此。不过，如果只是指态度，我恐怕并不会比自己的尊主软弱一丝一毫。所以，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呢？成功回到了现实，这的确值得夸奖一番。但与此同时，你也失去了自己唯一能够倚仗的力量。在考虑这个之前，既然你已经完全夺走了绿者的全能，那么剩下的部分，可以把它交还给 Bronya 了吗？剩下的部分，哦，你是说这块晶体吗？没关系，尽管拿去吧。那是伟大英雄留下的舍利，的确应当妥为保存。正如舍利一词的内涵，它现在只剩下纪念意义而已。即使我想把绿者的全能一并交还于你，事实上也无法做到。如你所见，构成理智绿者的30万种思想，他们已经融入了圣痕计划，只能成为理性之种，而不可能重新聚拢在这核心之中了。Bronya 明白，但那不重要。Bronya 只是需要一种象征而已。啊？其实不仅仅是你 ，Bronya 也同样会对理智绿者的存在方式感到好奇。取得了传承，这并不代表 Bronya 就真正了解这一概念。而另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，如果一开始就表现出核心对自己很重要，那现在就没办法轻而易举的把它拿回来了吧？很重要。你
布罗尼亚承认，就力量而言，圣痕计划显然超过了理智律者。但不要忘了，布罗尼亚同样也是30万分之一，一点之心。精彩！你似羽化，普罗米修斯是这样说的吧？无论如何，在获取了他们的承认之后，现在的你，的确也是那个意识集群的一部分。在重获核心之后，虽然力量的起点仅仅只有过去的30万分之一，但在性质上，你的确仍是货真价实的理智律者。这不过是瓦尔特先生曾经做到过的事罢了。借助分布式核心在自己体内留下的机械记忆，即便力量的起点如此微小，思想也可以重新武装起我们。不过，就算你这样说，在力量的层面，你终究没有获得什么增长。的确，如果是用来对抗你，只做到这一步，或许于事无补。但是，在实际用途上，看来你又做出了错误的判断。既然你对布罗尼亚十分客气，那么，希望你也会对他们表示欢迎。多谢你了，布罗尼亚。我们回来了，羽兔。所以，到现在为止，你其实一直在算计着我。好吧，这下又变成以一敌三了。俗话说，同一个招式没办法使用2次，我好像很难应付当前的情况呢。哼，倒也不必这么谦虚吧。将圣痕计划的特质化为自己的手段，你的那些阴招并不容易对付。在我看来，趁着凯文还被封印着的机会一举打倒你，这才是我们的唯一胜机。等等，牙医，怎么了？你似黑洞早已消失，凯文，他应该已经离开这整个遗迹了。班长，班长和石之律者在黑洞里停留了太久，现在还没有恢复力量。天娜，亚伊，能拜托你们先去照顾班长那边吗？这边的战斗，布罗尼亚一个人就可以胜任，而且这非常重要。布罗尼亚，即便凯文不会出现，现在也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啊。放心，就在刚才，布罗尼亚已经想到了必胜的策略。其前提条件，反而是布罗尼亚独自出战。啊？总之，基于现在的形势，布罗尼亚更希望接下来的事只发生在我和他2个内涵与形式完全不同的理智律者之间。即便我只是一个抢夺者，即便你只是一个抢夺者，所以你要用一个人的力量试图对抗30万人乃至整个圣痕计划，而且还认为自己必胜。就是这样。毕竟，凭借之前的尝试，布罗尼亚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：对理智律者来说，1和30万其实并无区别。过去，瓦尔特先生和我之所以难以驾驭那30万种思想，说到底，其实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敬畏着他们。
我不是说不应该敬畏这30万种思想，恰恰相反，正因为我们敬畏着他们，敬畏着理智律者的历史，在实际行动中，我们才更要把他们当成一股普通的力量，当成一种可以被自己征服的事物。瓦尔特·乔伊斯、约阿希姆·杨、布罗尼亚·塞切克，我们中的任何一个，其实都不仅仅是那30万人之一，也同样是30万人的全部。理智律者的名字之所以能够传承至今，就在于他的力量与意志早已融会贯通。玉兔，你所抢走的，只不过是一种徒有其表的形式而已。你是说，我之前的所有布局，反而毫无意义吗？这还真是很有趣呢。是真是假，我们交手便知。好啊，不过有必要提醒你一下，你只看到过曾经的我是如何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伤害他人。尽管那种诅咒已经不存在了，但这副崭新的身躯，这种能够轻易连通圣痕与现实的力量，在与律者1对1交锋的时候，可不会落于下风。看来，你似乎还是没有理解，在此刻向你发起挑战的，其实并非理智律者，而是 Bronya Zaitchik。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了。不过这样一来，我们彼此对这场交锋的设计，反而属于异曲同工呢。或许你并不幸福，但无论力量还是意志，于我而言，律者都不值一提。你即将面对的，不再是个体的理性，而是由我所转录，寓于某种定义下的一切。那么，以永续之姿，遍及历史的权术英雄，将你们的史诗重现于世吧。果然是之前见过的那些。不过，这正是策略中最关键的部分。发呀！可不要分心呀！发呀！需要我也加入吗？舰长，请退。发呀！就此而止了。发呀！可不要分心呀！你在将那些意识容纳到核心的碎片之中吗？像是曾经的乔伊斯，必胜的策略，这才是你取回核心真正的意图。不过，凭借30万分之一的力量，你恐怕不能一直做到这种事吧？发呀！舰长，请传送下一行动坐标。发呀！就此而止了。舰长，发呀！以英雄之名，于此闪耀。发呀！重临世间吧。重装小兔 ，Drive
现在，我要将那些名垂古今的统治者，同样整合为明确的概念。征伐四方的强力意志将于此苏醒，此为无厌的王权。青虫幻影吗？真正的李行一定也在他们之中，必须要先找到他才行。舰长，披电之心，是时候发挥你的全部实力了。原来如此，理之律者果然名不虚传。但在上痕计划面前，那些转瞬即逝的主宰同样微不足道。于此闪耀，发呀！发呀！发呀！就此而止了。发呀！舰长，不，以英雄之名，目标锁定，全武装展开。这是之前那样的空间吗？不，好像不太一样。这些屏障似乎有所不同。不错，先经至暗，方得始旦。我将改写谬误，自在自为，无从定分，归于圣魂吧。Bronya， 于此闪耀。刘星，这是不可承受之重。终极技能总结手续，重装小偷 ，Ryvan， 我也会记录下后影，重临世间吧。那么接下来的这份礼物，似乎也该登场了。迈入你的火焰吧，无疑的世界。不过，对于新生者，这样才能算是公平呢。奇怪，比起之前的李信，这次他似乎太过普通了。不，无论如何，果然，他能预测到 Bronya 的一举一动。Bronya 必须等待对方露出破绽。发呀！发呀！
可不要分心呀。Fire！ 终极技能准备就绪，就是现在，将它也容纳到核心的碎片中吧。One, two, three。全能，确认完全恢复。看来你在战斗层面上的确深谋远虑。不过，英雄、王者，甚至千万人的意志，对于如同滚滚长河的历史而言，却也只是沧海一粟。此为圣痕计划保留的全部人生，请见证无方的万众。这种防御机制，羽兔，他在准备着什么？必须尽快突破理性之种的封锁。他的力量还在快速攀升，要抓紧时间了。不，就此结束。世界蛇的干部，并非转化，而是正面击破。你果然无法将记录下的人生真正作为自己的力量，你仅仅是将它们保留，并且进行复现而已。保留吗？理智律者的核心，终究还是分布式的结构。尽管我并不情愿，但将失语的一切重新取回，这对我们来说都很熟悉，不是吗？奇怪，这次他并没有把那些思想重新夺走。也就是说，他用30万种虚假的思想，欺骗了核心的上限。没错，在这场战斗中，你的确抓住了我的破绽。但破绽如果能够被轻易弥补，它只会成为反击的钥匙。到头来，这场战斗的关键，仍然要归于米斯特林与 Bronya。在圣痕计划面前，理智律者的历史与荣耀，不值一提。这根本不能混为一谈。最好的证据，恰恰就是你自己。当然，我明白自己的局限，但一代又一代的理智律者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看来，他也到达自己的极限了，和你拥有的其他所有外物一样。冲着小兔！就放过他吧。我知晓你的过去，明了它的意义。我只求胜利，不会伤害到你，而你也不必拼上一切。认清现实吧，此为无告的轮回。是的，认清现实吧，米斯特林。你面对的是真理的名字。
胜负已分，不用担心。你难道是刻意那样做的吗？啊？是指什么？先经至暗，方得实弹。正如布荣尼亚在开战前想到了必胜的策略，你也确实完成了自己的布局，对吗？哦，你还记得我随口说的这句话呀？还挺押韵，对吧？布荣尼亚只是随便举出一个例子，就像这句话的含义那样，虽是敌手，你却似乎一直在有意无意给予布荣尼亚正确的引导，从而促成现状。别多心了，促成自己被痛殴的现状。我又不是10几年前的那个我，没有什么奇怪的癖好了。啊，对了，这件事你是不是还不知道？我是由圣痕计划造就的第2代羽兔。严格来说，并不是你在记忆中见到的那个可怜又可恨的存在。不过，说到这一点，我其实有些好奇，人类究竟是怎样做到类似事情的？你是指重新凝结理智律者的核心？你早就获得了那30万种思想的认可，能做到这种事并不奇怪。我真正在意的是，你并没有抹除核心里任何意识残片的能力，那不是理智律者的全能。你也根本没有做到那种程度。你难道没有通过核心，而是完全以自己的意志铭记了那30万种思想？还是说，理智律者的核心感应到了你的意志，从而自动帮你做到了这样一件事？从布荣尼亚的个人体会来说，恐怕后者更接近于真相吧。说实话，布荣尼亚当时并没有想那么多。如果说属于律者的核心有着既定的气量，那么要想携带不断增长的过去，始终让自己能够走向未来，布荣尼亚只能让自己也成为另一个核心了。后面发生的事，更多只是身为律者的顺其自然而已。布荣尼亚感到，他们换作另一种形式成为了布荣尼亚的一部分，并且随着布荣尼亚以后的变化，也将会适应未来。这就是所谓事后的视角吗？你不必谦虚。据我所知，你的羽化比起其他任何律者都更为顺利。30万种思想，哪怕不是活动的意志，也足以冲垮任何人类的大脑，更不要提改变他们的存在形式了。不过，这就是你，布罗尼亚。谢谢你，让我见证了何谓理智律者。虽然这场胜利看似巧合，但你身为促成它的关键，却又是一种必然呢。好吧，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，如果把这看作是一场闯关游戏，你们的确已经跨越了我这一关。有言在先，我没有逆转圣痕计划的能力，我的尊主也没有。不过，弄到这种地步，我也的确不太好意思继续拦在你们面前了。后面的事情，就去问你们的班长吧。Bronya Zaitchik， 你的成长超乎了所有人的预期，也包括他。